第235章再见冰皇。沙漠与陆地的交接之处，偶尔几朵青色草叶点缀其上，星星点点的，虽然颇为稀少，不过比起沙漠之中那千篇一律的金色黄沙来说，却无疑是要顺眼了许多。由于此处已经接近了沙漠边缘，所以偶尔倒也能见到来往的行人，以及从沙漠中猎杀魔兽归来的佣兵小队。在那沙漠与陆地交接之处，身着黑衫的人影不急不缓地行走着，在人影的背后斜背着一把足以与人影身高相平衡的黑色大尺。这般有些怪异的组合行走在此，来往的路人都是会不由自主地将诧异的目光投注过来。不过对于周围那些射来的诧异目光，黑衫少年枉若未闻，脚步缓缓地行走在结实的路面之上。虽然速度似乎不没有显得如果快捷，不过若是细心的人则是能够发现，少年一路行走而来的步伐似乎就犹如是那经过精心测量一般，几乎每一步之间的距离都是大致相同。天空之上高悬的赤日没有使得少年额头上浮现半滴汗水，他那悠闲行走的模样不像是在赶路，倒像是在沿途欣赏风景。少年的这般缓慢行程持续了将近整整一天，当天空之上的烈日逐渐落下沙漠的地平线时，他方才缓缓地停下了脚步，抬头望着出现在视线尽头的那座庞大城市，清秀的脸庞上浮现淡淡的笑意，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萧炎听得那骨头间的脆响，轻笑了笑，手掌彼此伸进袖袍之中，微笑道：莫成终于是到了呀。老师，我们真的要给那家伙炼制丹药？站在一处沙丘之上，萧炎望着远处那人来人往的城门口，微微皱眉，低声道：他口中的那个家伙自然便是当初在墨城偶然相遇的隐士，曾经的加玛帝国10大强者的冰皇海波东。呵呵，怎么既然都到这里了，那便顺手拉走一名斗皇的人情吧。戒指之中传出药老苍老的笑声，而且难道你不想得到那剩余的残图了？虽说如今你已经得到一种异火，可以后功法的升级将会更加困难，再说那净莲妖火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啊，若是能够得到它，这斗气大陆上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敢轻易小觑你了。不过总觉得那家伙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萧炎摊了摊手道：嘿嘿，不安分又能怎样？就算他恢复了实力，那也不过一名斗皇而已，还能把我们怎么着？药老淡淡的笑道：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也不是什么软柿子，为了安全起见，总得安置一些防护措施吧。我以前就说过，在炼制丹药的时候给他弄点辅料进去，若是他没歹心，那倒一切好说，若是真的想打一些鬼主意，那我们自然也不用留情。闻言，萧炎咧嘴笑了笑，微微点了点头，轻声道：也好，那便依老师所言吧。如果真的能够得到一名斗皇强者的人情，那倒也不错，特别是2月之后的云岚宗之行，虽然我并不担心与纳兰嫣然的决战，可若是最后胜利了，那些云岚宗的老家伙恼羞成怒的想要对我出手，这位冰皇倒是一位不错的护卫。嘿嘿，炼药师的最擅长的便是拉关系网，你没瞧见此次的一伙抢夺吗？凭那丹王古河的实力根本不可能闯进沙漠深处，不过那家伙却是生生的邀请了这么多强者助拳，最后还把蛇人族搞得鸡飞狗跳。药老笑道：笑着点了点头。萧炎手掌轻拍了拍背后的玄重尺，然后开始对着那坐落在沙漠边缘之处的巨大城市缓缓行去。顺利地进入城市，萧炎站在街道之上，四处望了望，顺着记忆之中的路线对着街道尽头走去，半晌之后停在了处于街道尽头的古朴地图商店门口。此时的商店或许是因为天色已暗的缘故，大门已经被虚掩了起来，淡淡的灯光从门缝中投射而出，照耀在萧炎的身上。站在商店门口，萧炎望着那虚掩的大门，心中忍不住的有些虚息。没想到当初自己胡乱的一通乱撞，竟然便会是遇见一名隐世的斗皇强者，这种结果可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偏过头，在人流稀少了许多的街道上扫了扫，萧炎这才悄悄地推开大门，然后钻了进去，并且反手将房门紧紧地关闭了起来。商铺之内，
一枚月光石散发着淡淡的毫光，温和而不刺眼的光芒，将店铺内照得颇为亮堂。依然是以前的那般摆设，上次因为战斗而造出的破坏已经被完美的修复。在那堆满地图的柜台之后，老人正垂手细心地制造着手中的地图。由于过于的专心，所以他并未感应那悄悄溜进来的萧炎。在商铺之内，还有4人在选购着地图，3男1女，4人衣着都颇为华丽。在4人的身后，还恭敬地站立着几名体型颇为壮硕的大汉。在萧炎进入之时，他们也是偏过头来回望了一眼。不过当瞧的萧炎那风尘仆仆的神色之后，便又是将头转了回去，懒懒地挑选着面前的地图。在4人回头的时候，萧炎目光从他们脸庞上跳过，3位男子模样倒是不错，不过眼中隐隐噙着一抹傲气，却是让的人对他们的印象分大打折扣。另外一名女子穿着一套紧身的红色长裙，模样颇为俏美，身材在红裙的包裹下也是显得玲珑有致。旁边的3位男子偶尔扫向红裙女子那诱人的背影，眼瞳中都会掠过一抹爱慕与垂涎。不过在这抹爱慕之下，似乎也隐藏着对红裙女子的一抹忌惮。萧炎没有理会这一行举止略微有些怪异的人群，目光在老者身上扫了扫，缓缓行至柜台之处，随手拿起一卷地图，懒散地翻了翻。听得地图翻动的声音，老者那在地图之上行云流水般运动的墨笔这才微微顿了顿。不过如同第一次相见那般，他依然并未抬头，只是淡淡的道：抱歉，本店今天已经休业了，若是需要购买地图，请明日再来吧。听得老者这一如既往的冷淡话语，萧炎忍不住地摇了摇头。这老家伙。就在萧炎准备出口之时，2名体型剽悍的大汉忽然阻拦在面前，手掌紧握着腰间的武器，满脸凶光地盯着他。突然起来的一幕让得萧炎愣了一愣，他啥话都没说，难道又得罪人了？当下满头雾水地摇了摇头，偏过脑袋望向对面那似乎地位在这墨城中有些不低的红裙女子。冰大师制作地图的时候并不喜欢被打扰，所以还请麻烦出去一下。模样俏美的红裙女子缓缓走上前来，淡淡的道。女子的声音虽然颇为轻柔，不过不难听出其中的一抹霸道与蛮横。难道这些人也知道了她的身份？瞧得这女子竟然如此替海波东着想，萧炎顿时愣了一愣，心中愕然的道。相比于萧炎的愕然，面前的红裙女子心中更是有些郁闷。她的父亲总是告诉她，这间地图店的老人是一位实力极强的强者，所以每每有空闲，她便是会吩咐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这里，对老人嘘寒问暖，竭尽自己的全力，给予她最好的照顾。不过老人似乎对她的照料并不领情，每次来都是热脸贴着冷屁股，这实在是让的性子颇为高傲的女子有些难以接受。虽然一直受到冷遇，不过红裙女子却非常相信自己的父亲，而且在某一次她也隐隐地感受到过老人那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恐怖气息。在那股气息之下，她发现她竟然是只有忏诉的权利。所以长久以来，虽然老人态度冷淡，不过他却依然将之对待得极为恭敬，那副唯唯诺诺的乖觉模样经常让他的一些同伴感到不可思议。这乖乖女还是那曾经将墨城搞得鸡飞狗跳的娇蛮魔女吗？今天她如同以往的来到商铺替老人打下手，当然老人对她的态度也同样是一如既往的冷淡，除了来的时候瞟了一眼之外，便是将心神投注到了地图之上，再也懒得理会他们。以红裙女子那娇蛮的性子被这般对待，心中自然是有着几分难以言明的怨气。不过这份怨气她又不可能对着老人所发，而此时闯进来的萧炎似乎正好成为了她的出气筒。没有理会女子那娇蛮的斥喝声，萧炎随意地瞟了她一眼，将手中的地图随意地丢在柜台上，身体微侧便是闪开了2名大汉的防护。瞧得萧炎竟然没有听从他的话语离去，反而是得寸进尺地靠了过来。红裙女子柳眉微竖，眸子中掠过一抹危险的光芒，雪白的下巴微微一扬，顿时周围的几名大汉便是脸带凶光地对着萧炎围拢了过来。红裙女子双臂环在胸前，眸子略微噙着一抹戏谑地盯着萧炎。然而就在
当他准备看着后者讨饶之时，萧炎却是做了一个让得他目瞪口呆的举动。只见萧炎一手扯过一把地图，然后狠狠地对着那在女子心中地位极为尊贵的老者砸了过去。在砸过去的同时，嘴中还嘟囔道：“老家伙，你还给我装冷淡，究竟还想不想炼药来着？”